Hello，大家好。说到财神，大家都很开心。在泰国被尊称为三大财佛的其中两位，希瓦利尊者跟乌巴库尊者，他们一位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一位是佛陀涅槃后的第四个祖师，而且他们都是证得阿罗汉果位，并被受记成佛。他们除了招财求财以外，还有招人缘、招贵人、防小人以及除障。今天要跟大家聊聊希瓦利尊者跟乌巴库尊者他们的传奇事迹以及由来。为什么供奉他们能招来财富呢？首先，按照时间顺序，我们先介绍希瓦利尊者。希瓦利尊者又称湿婆罗尊者，是佛陀在世时的弟子之一。通常看到的形象都是呈现站立姿态，左手拿着伞，侧背着佛袋，里面装着化缘的钵与茶壶，右手则手持着杖。相传希瓦利尊者可是人缘极度的好，所到之处都能吸引大批的信众们跟随，所以有被尊称为人缘至尊。就是这么一位深得人们敬重的阿罗汉尊者，被佛陀誉为福德第一，是佛陀所有弟子里面运气与福报最好的一位。尊者也被佛陀说是最有好运气的尊者，既有人缘至尊之称，运气与福报也是最好的尊者，这根本完全是开了外挂模式。而尊者一出生就有7岁，这就不得不说到尊者的传奇出生故事。根据泰国书中的记载翻译，希瓦利尊者的母亲在当时是皇后，由于希瓦利尊者的前世罪业，因此母亲怀胎非常的久，总共怀了有7年7个月又7天。而且尊者虽然是还在母亲的腹中，但是就能够帮助他的母亲带来多种财富饮食。有一段时间，他的母亲腹痛了7天7夜，疼痛非常的难以忍耐。于是皇后便要求国王去请求佛陀协助，希望自己不要难产。国王于是去拜见了佛陀，对佛陀表示皇后的忧虑。佛陀对国王表示说，不用担心，因为母子皆能平安，并让国王赶紧回去皇宫。国王怀着半信半疑的心情回到了王宫，没想到皇后已经顺利生产，因为尊者在母亲的腹中已经有7年，因此出世后便已经7岁了。你们看，尊者在母亲怀胎期间就带来了丰富的财富和饮食，当时还未出生的他被认为能为母亲和整个国家带来财富和繁荣，更是在出家修行成为佛陀弟子之后，无论化缘到哪里，所见之人都会拿着无数的贡品供养他。尊者的福德资粮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厚。曾经还有其他的弟子询问佛陀，因为福德资粮不足，如果出外化缘托钵时没有信众们供养该怎么办？佛陀说很简单，只要你们可以跟着希瓦利尊者，保证每一个人都可以化缘到。之后据说很多人都会跟在希瓦利尊者的后面托钵，而且肯定都能化缘到。因为尊者的福德资粮太丰厚了，连跟在身边的人都会受到尊者的庇佑。尊者不管去哪里，都能受到大家的尊敬与供养，人缘好的没有话说，这也是他又被尊称为人缘至尊的由来。而前面说到开外挂的模式，就必须得说到尊者出家修行时的传奇故事。希瓦利尊者出生时天分就极高，佛陀弟子之一的舍利佛尊者前来拜访幼年的尊者，并告诉尊者，当年母亲怀胎7年7个月又7天，是因为前世的罪业所造成的。在讲完前世因果后，询问是否愿意出家修行，尊者说只要母亲同意允许即可。尊者的母亲是佛陀忠实的追随者，对此表示同意并允许，并亲自送儿子出家。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出家修行首先要剃掉头上的3000烦恼丝。在剃发仪式当天，舍利佛尊者请希瓦利尊者闭目观想，并驱散心中的杂念。在第一撮头发剃掉时，希瓦利尊者就证得出果须陀洹。出果也就是证得阿罗汉的4个果位其中之一。在之前阿罗汉影片我有介绍到，非常的有趣，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右上角的资讯栏观看哦。而帮他剃度的舍利佛尊者则是讶异到，这领悟力也太高了，但是剃发仪式还是得继续。于是在第2下时，希瓦利尊者竟然证得了2果须陀洹，舍利佛尊者简直无法想象，但是仪式还是得继续。据说剃到第4刀时，希瓦利尊者就已经证得3果阿那含，之后更是精进禅修，并证得阿罗汉果位。希瓦利尊者可以说开外挂开得非常的厉害，
不过也是尊者的福德资粮丰厚啊。据传有个故事非常的特别，尊者有次为了度化他的叔叔，最后经佛陀的同意，破例收取财富作为供养。希瓦利尊者有个叔叔，在当地可是数一数二的大户富豪，但是非常的吝啬小气。他的叔叔因为信奉外道，既不肯布施，也不供奉三宝。希瓦利尊者听到后，想要度化叔叔，便到佛陀身边听法。隔天便到叔叔家门口化缘。这时叔叔看到自己的侄子站在门口，但他不愿意布施，于是对着自己的侄子说：“哎呀，你来的真不刚好。昨日已经布施100千两金钱，现在已经没有钱了。不过可以送你一张毯子，如何？”尊者说道：“谢谢叔叔，不过今日我不是为了毛毯而来，我是来乞食的。”叔叔说道：“我昨日已经布施过100千两金钱了，今天是真的没有办法了。”尊者知道叔叔是在拒绝他，但是为了度化叔叔，便在叔叔面前展现各种神通力，像是腾空飞至空中，变出水火等等的。尊者的叔叔看到后赞叹连连，连忙表示说愿意布施。但是他信奉外道，对三宝完全没有信心，于是便拿了一碗收菜饭给了尊者。尊者知道今日前来，单纯只是为了度化自己的叔叔，于是接过后便回去了。没想到当晚叔叔家竟然出现了异象，虚空中一堆天神前来祝贺表扬，赞扬他供奉到阿罗汉尊者是多么大的福报。据说一直重复表扬好几个小时，尊者的叔叔非常的惭愧，他用了收掉的饭菜供养，竟然得到天神们显灵表扬。布施外道100千两金钱都没有得到这样的荣耀，于是隔日赶紧一大早就跑去找希瓦利尊者，并表示自己惭愧，昨日竟然布施收饭菜，今日想要布施供养尊者100千两金钱。不过由于身众是不能接受金钱的供养，尊者便去请示佛陀，经由佛陀的破例同意后，接受了叔叔的供养，便祝福了他的叔叔。而受了金钱供养的尊者，并没有因此把金钱收入自己的口袋里，而是对所有比丘说：“你们有任何的需要，饮食、医药、卧具，尽管到我这里拿，请你们告诉所有人。”现在在泰国、缅甸，很多寺庙都会看到供奉着希瓦利尊者的佛像，在泰国更被尊称为招财佛。因此泰国许多民众都十分信仰希瓦利尊者，相信供奉希瓦利尊者可以得到意想不到的好处，不断的好运，持续的富有和福报，贵人不断，可以求得众人的爱戴与支持，广结善缘，助力生意兴隆等等功效。再说一个真实的事迹，在西元1320年到1321年期间，缅甸伊若瓦底江洪水泛滥，沿岸的村庄遭到洪水淹没，很多古老的佛塔遭受毁灭。而从古老佛塔的佛瓮中，竟然找到希瓦利尊者的舍利子。根据古经典记载，希瓦利尊者的舍利子，其色泽有白色、淡红色以及淡黄色，形状有如梅子的种子一般，是不是很神奇呀？说完希瓦利尊者，大家有没有升起崇敬的感觉？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说，在佛陀涅槃后的200年，佛陀涅槃后，僧团先是传给迦叶尊者，然后是阿难尊者，再来是三祖山河那修尊者，之后是禅宗四祖优婆居多尊者，又称乌巴库尊者。如果想要降魔或是防小人，都可以常念尊者的名号。而且他有发愿，在佛陀涅槃后，到弥勒菩萨降生于世间之前，如果想做善事，需要钱财，可以念尊者的名号。据说尊者也是超级招财致富，在古代的泰国、缅甸、柬埔寨就已经是众所皆知的招财佛，更是一位阿罗汉尊者。乌巴库尊者大约是在释迦牟尼佛涅槃后200年，出生于印度马杜拉村庄一户有钱的生意人家中。他的父亲曾经答应过一位大师，如果有生儿子，一定会让儿子出家当和尚。结果他们家中有3名男孩，乌巴库是排名最小的，而家中2位兄长都不愿意出家当和尚。当父亲的就只好把这责任交给小儿子。一开始乌巴库尊者也是不同意父亲的要求，只想在家做普通的生意人。有一天，父亲让乌巴库帮忙顾店，那天生意出奇的好。乌巴库尊者天生的好运使家里的生意兴旺起来。然后就在同一天，多年前与父亲相约过的那位大师也来店里拜访。
郑小玉上了cung殿的乌巴库尊者，并跟他说了一些佛经的故事给他听。尊者听得非常的入迷，大师见他颇有佛缘的样子，便提起了当初与他父亲的那个约定。就在这天，尊者便决定出家了。而在尊者出家后，一直苦心钻研佛经，后来甚至成为一名专门教导佛经的老师，门徒更是多达18000位。当时拥有最多门徒的老师。后来尊者法力高深，移形换影的法术高深莫测，拥有想去哪里就能去哪里的能力。也因为这样，尊者成为第一位能使出很多神奇法术的佛门弟子。除了自由来去的能力，他还能坐在水面上，可以让动物停止动作或把时间延后等。通常看到尊者形象是盘坐着，并一手托钵，并微微的把头转向天空。他的脸很庄严，并微笑着看着太阳，代表尊者禅定神通第一。有些神像尊者头上都会戴着莲花帽，所以也被尊称为莲花佛。关于拖着钵抬头这个形象，有个传说。据传是因为僧人以及小沙弥在化缘时，有时候来不及中午时赶回室内用餐，于是尊者一手摸着钵，因为尊者有项神通力，就是控制时间，所以抬头盯着太阳，让太阳不要超过中午，让那些僧人以及小沙弥能赶回寺院使用午斋。还有另外一个，尊者是非常的严守佛教纪律，所以一手摸钵，抬头看太阳，是代表着过午不食。如果能供养到乌巴库尊者，代表发财，这也是尊者又被称为发财佛的由来。因为尊者非常的特别，他修行的地方是在海底，很多寺庙在供养时，通常都会在尊者神像底下供上一池水，所以又被尊称为水中佛。因为水生财，也可以称为水财佛，所以乌巴库尊者是非常特别、具有传奇色彩的佛。关于尊者，还有一个传说，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阿育王建造84000座佛塔，而乌巴库尊者就是度化阿育王，并协助阿育王降服海底的恶龙。传说在佛历218年，也就是西元前325年，当时阿育王准备建造84000佛塔。整个建造过程耗时7年7个月又7天。不过为什么阿育王要建造佛塔呢？因为在很久以前，阿育王是个可怕的杀人魔王，连他的皇后、宫女等等的全部都杀掉，总共杀了约84000人。重点，那时候他更是为了毁灭佛教，把菩提树，也就是我们所知道佛陀成道的地方，印度菩提迦叶的菩提树，硬是把这棵树烧光光。由于当时阿育王非常的讨厌佛教，杀了很多人，而乌巴库尊者当时正在水中修行，因为机缘到了，就示现在阿育王的面前，并度化他。这时候阿育王才知道自己犯下了非常严重的罪，于是便问尊者该怎么办呢？杀了这么多人，我已经忏悔了，能有办法补救吗？尊者回答说可以的。你总共杀了多少人呢？阿育王回答说我杀了总共84000人。尊者说那这样，你只要在这世界上盖上84000座佛塔，就可以消恶业。因此阿育王为了忏悔之前所做的恶业，以及毁灭佛教，所以他就要发愿护持佛教。所以阿育王召集了天下众生，要进行佛教的第3次集结法会。但是由于所耗费的时间太长，很多高僧和众神们都不敢守护这场法会。最后他们合力推荐乌巴库尊者，而当时尊者正在水中修行，他们就前去将海底炸掉，邀请尊者协助阿育王建造佛塔。尊者出定后，听闻此事，就一口答应了。就在那次集结法会中，恶龙现身，呼风唤雨，想要破坏这场大法会。正当众人惊慌失措的时候，尊者幻化成一只狗尸，挂在了恶龙的脖子上，而恶龙因此法力全失，无法将狗尸取下，只好乖乖的同尊者俯首称服。尊者也知道恶龙的本性无法改变，于是就从身上扯下了一块圣布，将恶龙绑在某座山下。历经了7年7个月又7天之后，等到这些佛塔全部完成之后，尊者才放开这只恶龙。不过乌巴库尊者神奇的事迹还有，海涛法师说过，如果有事情要问乌巴库尊者，只要前面有摆放石头，可以在石头面前恭敬地向尊者叙述，然后拿起石头，如果石头感觉是轻轻的，
那就代表询问的事情可以达成。而在泰国古书上，则有一则故事，据说古代在缅甸有一个信徒供养乌巴库尊者食物后，不久竟然成为一位非常有钱的大富翁。因为当时的信徒在星期三的时候都会很早起床煮饭，并供养给乌巴库尊者。乌巴库尊者是非常特别的一尊佛，还可以当做风水摆放供养，因为水生财，供养水财佛可以带来好运、生意兴隆、招揽财富、征服障碍、事事顺心、防小人、招贵人、增强财运、永远幸福快乐等等。那今天就说到这里，再帮我按赞、订阅跟分享哦。那我们就下期见喽！